各位，郑丽文呐，那是真的是飘了呀，是吧？习近平见了他之后，他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一把天牌打的是稀烂啊！到现在，如今呢，郑主席面临着内忧外患啊。文传委的主委啊尹乃菁上了王浅秋的节目，直接就说了啊，说这个国民党其实那是非常之官僚的，而且他说他跟郑丽文再也不是姐妹啦。国民党呢，真的是很吓人的一个组织。怎么说？就说国民党其实感觉有内幕。没有，就国民党已经在野10年了啊。所以说国民党的而且现在又党产的问题，所以都不能动用哈。所以说，其实国民党编内的人其实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的少。然后可是呢，整个的组织呢还维持着就是一个非常行政官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因为你知道国民党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政党，因为它执政很久，所以说呢，过去家大业大的组织还在的吗？因为主要的是它的像比如说我们的行福会哈，我们的就是过去我们讲行管会了哈，他们都是来自于政府单位的财主系统。所以说国民党的他现在是社团法人，可是他的整个的公文的流程或什么的，非常非常的像公务机关，所以我就觉得决策呢非常非常的慢。所以呢，我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之后呢，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追公文，不是，我就到各个地方，就到各个什么对啊，追着说赶快就是赶快去，就是当面沟通啊，当面沟通处理这个事情，不是吗？否则你光上一个公文。然后等到他们要上的那个签呈下来，我就说大选都打完了，大家是要拖到什么时候？这太可怕，这个组织太没有效率了。国民党已经在野了，他就应该像是一个游击队一样，要很有活力啊。所以那因为我不选嘛，我也没有要去争取什么不分区立委，所以我也不在乎什么关爱的眼神，也不在乎其他的部门可能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那么强势啊？果然100年大酱缸，一个大烂党啊，崴不动啊，根本就。而且呢，尹乃菁呢说了这样一番话啊，他表面上呢是以健康因素和免疫力下降为由啊，但是呢他在专访中呢直接把矛头呢指向了核心矛盾，与郑丽文之间的信任与授权。他说呢，文传委主委作为蓝营的喉舌，必须得到郑丽文的充分授权。一旦彼此间的信赖产生动摇，便是离开之时。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郑丽文对他呢没有充分的放权啊。问题是，你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发言人。你如果给你充分放权的话，你能完全代表郑丽文，你胡说八道，你前一阵也胡说八道过呀。那人家说你是赵少康的人啊，那郑丽文也不可能完全说你就代表郑丽文的意思呀。所以说，哎呀，这个100年大酱缸，处处都是赵少康啊。而且呢，面对两个人私交啊，他直接说啊。王浅秋问他：“你还是姐妹淘吗？就是你姐妹情还在吗？”尹乃菁呢，勉强承认还是朋友，却补上了一句很远的邻居啊。从昔日相识20多年、掏心掏肺的真姐妹，到如今刻意保持距离的隔壁邻居啊，那就说明两个人私交全面破裂了啊。那有人说那无所谓嘛，但是本来就是赵少康的员工，跟赵少康那领工资的啊，他俩啊闹翻了，又对郑丽文有什么影响呢？对郑丽文的影响啊，不仅在于内部，还来自外部。著名的台湾名嘴、资深媒体人黄阳明他就抛出了重磅分析，若年底出现了蓝营输新北、绿营输高雄的局面，
表面上看是蓝绿各施一城，但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面临的处境将远比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更为凶险。一旦长期执政的新北失守，郑丽文恐难被党内逼宫下台的命运能够逃脱呀。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认为呢，说赖清德如果是丢了高雄呢，未必就重伤，但是呢，郑丽文输新北是致命的。新北市的人口呢高达400万，远超高雄的200多万。如果绿营呢能够顺势呢翻转新北，在政治账面上反而是赚到了。而郑丽文面临的是输不起的绝境。郑丽文若要保住党魁的大位，蓝营现有的4席的直辖市1席都不能掉，只要是丢掉其中的1席，无论是在其他县市拿回多少版图，党主席基本上都保不住啊。新北呢2005年以来连续20年国民党执政是基本盘，如果这次首度失守，震撼程度将堪比2014年柯文哲拿下台北市对马英九造成的这种冲击。更致命的是国民党内部的运作逻辑。黄阳明说，即便是郑丽文带领蓝营攻下象征意义重大的高雄，党内也未必将功劳归于他。那当然了，人家的柯志恩跟那个郑丽文完全都不是一个路子的呀，怎么可能是他的功劳呢？但是如果丢了新北，党内绝对不可能不检讨。届时不仅郑丽文首当其冲，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可能一起被推上审判台，势必党内会掀起一场寻找罪魁的风暴，对吧？各位，我觉得他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呀。中国确实也在往这个方向走，所以这一点我就不同意我的兄弟了。我的兄弟认为统一跟和平是相抵触的，他认为要统一只有武统，和统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我认为照目前的情势继续的走下去，和统未必无望当然了我以前也是认为武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是我看看中国现在大陆气定神闲的样子，我认为和统其实也越来的把握度越来越高。那达里要特别提到，也就是2028年这个因素，他也特别提到台湾选举，可是他没有把话讲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讲台湾选举呢？他可能的意思我来猜了今天如果到2028年，也就是台湾大选的那一年，如果国民党还是输了，而且惨败，赖清德做得这么烂，但是最后还是胜了国民党，那是不是代表说和平已经没有希望了呢？何况现在原来我寄望也很高的郑丽文，现在有点飘了，现在有点飘了，话在乱讲了，尤其讲出个欧盟模式。欧盟模式的前提，它就是先独后统对呀。你要先独立了，才有各个主权国家再来谈统一嘛。所以他一讲欧盟模式，如果我是大陆的决策者，我自然会怀疑说，你的目的何在？你的目的是不是要让大陆先允许台湾先成为主权独立，然后双方再来谈统一？那这一来的话，那不是违背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吗？对呀。不是抵触的反分裂国家法的内涵吗？所以欧盟模式不通的嘛。我1993年当时被戒掉，被李登辉拉到国统会里面做委员的时候，那时候就有陶百川他们这些国民党的大佬提出了欧盟模式，陈立夫也提过西派的陈立夫也提过但是后来我
的结论就是欧盟模式是不可行的。对呀，而且欧盟模式叫统合，它不是统一。就欧洲现在26个成员国来讲，他们只是在统合，在关税上统合，在资源流动上统合，在货币上统合，所以产生了欧元，但是它没有统一啊。好，我们现在要达成的是两岸的统一，不是统合啊。好，如果继续的国民党这么胡搞下去，那笃定会使大陆觉得合统无望啦，所以就有2028的关键时刻了，关键时刻就来啦。那如果达里奥的想法也是如此的话，当然他没有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达里奥可能心里也在想着，台湾的2028年的大选是个关键的大选。因为台湾从早期接受葡萄牙人、荷兰人，到后来郑成功，到后来日本，到后来清朝，再下来日本，再到后来的国民党，台湾人民养成的一个性格，就是对执政者，尤其长期执政者，他们是顺从的。所以现在的民调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有一个民调嘛，那个民调小娇提了一个民调，是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做的，对不对？对。我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也让老师可以喘口气啊。这个民调是什么呢？是台湾研究院，这不是刚才提到吗？说这个郑丽文说出了一个欧盟的模式，其实他还说了另外的一番话。他是在唐湘龙老师的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现在谈统一不切实际，这句话其实也让大陆的很多网友是感觉非常非常之别扭和不舒服的。然后就说回到这个民调，这个就是台湾内部现在的一个氛围吗？这份民调当中，他就比较了一下台湾、日本、韩国3地的民众所谓的抗敌意志，然后结果就显示呢，台湾民众愿战、愿意自己出来战斗的这个比例达到了82%。韩国70%，而日本只有29%。但是我要强调一下，这个数据的来源，它是全球秀调查项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第7波资料。然后呢，这个当然就是中研院拿出来做一个宣传用的。所以这个数据到底代表了什么，或者说现在的民意是不是真的如此？这个我觉得直接问老师就好了。82%愿战，可能吗？中研院是我过去服务过的单位，它是台湾最高的研究单位，也是台湾最大的智库。我后来从中研院转移到中华经济研究院，然后再从中华经济研究院后来做了台湾经济研究院的董事。一般台湾的当局，执政当局很擅长利用学术单位来为他们做类似的这种民调。谁执政，最后的结论就是对谁有利。打个比方，你到台北的音乐厅前面，尤其在今天假设是古典音乐的表演，你在里面做调查问大家说你喜不喜欢听古典音乐，答案是什么？对呀，答案是大部分人都喜欢古典音乐，所以你就得到一个结论，说台湾的人民都喜欢古典音乐，所以台湾应该多发展古典音乐，是吗？这个我们在统计上叫做便利抽样，是没有意义的。打个比方，很多现在流行的街访，街访根本是不能听的，也不能看的，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出来做街访的人，尤其如果你是常常露面的人，大家对你有定见啦，所以跟你意见不合的人
根本就拒绝你的接访啊。所以能够接受你接访的都是意见跟你一样的人啊。所以你得到的结论不就是跟刚才古典音乐厅就做的民调的结果是一样吗？这种便利抽样毫无意义。你说台湾的年轻人真的这么勇敢？一旦两岸发生战争，82%愿意挺身而战，那也算他好样吗？不可能这么好样的。如果这么好样的，那台湾很多男生就不会找不到女朋友了，是对不对？就不会少子化、少分化了嘛。就是因为现在的女性开始觉得这个男人都不够英雄气概，对不对？所以慢慢的失去女性对他的青睐，所以就是都会吹嘛，这个就是吹嘛，这个才是不切实际的民调数据。韩国有70几，日本就比较现实，29才，日本才29，可是实际上也没这么高。真打仗了，听到了炮火，隆隆炮火声，那29全不见了。对，你台湾的82，你认为如果解放军一旦大军压境，像当时天津打下来了，然后林彪的视野已经包围住北平城了，那时候叫北平，不叫北京。你认为那个时候还有多少的愿意打仗的人呢？为什么傅作义最后决定阵前起义？就他知道没有人要打仗了嘛，所以打一定输嘛。为什么会兵败如山倒？就是因为当时大家打了10几年的对日抗战。我喜欢说10几年，我喜欢说14年，我不说8年。因为像小娇的东北，对不对？东北其实早就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东北已经从1931年已经对日抗战、抗联的抗战已经打了很久了，你不能把这段历史给抹灭掉。你自己想想看，那个时候在北京城内有多少人愿意打仗了？没有啊。为什么那时候的大学生全部倾向于反战，要和平？他们看到了战争嘛。其实在台湾的年轻人的心里头，他怕不怕战争？很怕。可是问题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很坏，常常去骗他们，因为他害怕说支持两岸统一会让他丢失选票。郑丽文本来很硬，可是呢，到了美国一趟以后，他的想法慢慢的在移动了。所以他对于到现在为止仍然只谈和平，不谈统一，甚至说现在谈统一是不现实的。大家看到那个很流行的短剧，短剧里面很多的老公不是坏老公，不是都叫老婆你忍忍就好了吧，忍一忍就好了嘛，就一忍个5、6年还在忍，一样啊。你现在不谈统一，何时可以谈统一呢？你认为你只跟大陆谈和平，不谈统一，一次可以，第二次呢？所以我才讲马英九去怪萧旭岑说，现在大陆都不邀他去参加，到大陆去访问了，去风光了，是不是萧旭岑搞鬼啊？当然不是嘛，是因为你马英九去了一次讲和平，去了第2次还是和平，去了第3次还是和平。和平有3个可能和平第2可能就是和平台独啊。你同意和平不打我，然后我独立了，欧盟模式不就是对呀和平台独的其中的一类吗？你要先让我独立，成为主权独立，我才能够跟你谈统合啊，
才会有欧盟啊。好，那第二个就是把和平作为拖延统一的手段。对，这个才是大家最那个觉得最讨厌。第三个，所以你要谈和平，它的前提就要掌握住啊。和平的前提是什么？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么多的让利？对呀，和平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要统一的，所以我才愿意用和平的态度来以礼相待，我才愿意把大量的利益让渡给你啊。就是，否则台湾的水果比大陆贵很多啊。那为什么大陆的民众一开始现在买的人少了？以前一开始大家疯狂的买啊，为什么？觉得我买的水果就好像我为两岸的统一尽了一份力。那现在发现，等了1年，等了2年，等了10年，等了20年，还在原地踏步。然后问你为什么不谈统一，只谈和平？他告诉你，谈统一不够现实。哦，老师，你真的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啊！我听得好爽啊！不是你很多东西要回到现实面嘛。我说过和平有3铁嘛，你要说清楚嘛，不能只谈和平。第一次或者可以，对吧？中国人客气啊，一家人，对不对？我第一次我就假设你是善意的，所以我就不追问，不追根究底。可是你如果第2次来，还是只跟我谈和平，不跟我谈统一，然后每次都把责任推给说我谈统一的话，我选举就会输掉。你永远不敢谈统一，大家就把你视为民进党台独的跟随品牌，对吧？大家要买的是领导品牌啊，我买你一个跟随品牌干嘛？你跟民进党比台独，你比得上吗？你跟民进党比独台，你比得上吗？所以你要创造你的品牌嘛，你才能开拓出你的市场嘛。我认为达里奥看到了这一点了。他是很懂金融市场的，他是很懂得商业规律的运作的，他知道台湾的政治人物不能这么玩，这么玩的话国民党赢不了。真的，而且但你国民党赢不了，到最后大陆就觉得和平无望了，所以最后用非和平手段，因为反分裂国家法里面有一条啊，如果一直不断的长期的在延误统一的达成，还是构成了可以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条件了。达里奥或者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认为台湾问题是个关键。是，人家连一位老先生70几快80岁的老先生都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台湾的政治人物看不到吗？当然看得到啊，可是人人都在装傻。这几年还是好多人提欧盟模式啊，明明知道欧盟模式就是大陆要允许你先独立，独立以后成为主权独立的才可以谈欧盟啊，否则怎么谈欧盟呢？谈了欧盟以后，你想想看，在美国的加州的州长纽森是民主党的，他也曾经讲过啊，加州要独立啊。你认为他如果加州真独立的话会干嘛？你以为林肯真的是为了解救黑奴所以发动南北战争吗？不是的，那是因为南方的几个州要独立了，所以他才发生了美国的南北战争的内战。你看看科索沃的战争不也是因为独立引起的吗？索马里兰对不对？也是一样啊。所以基本上你不可能
永远的回避统一的问题。你若不敢讲，然后用各种的修饰语来欺骗自己，来欺骗人民，永远不敢讲，他就永远实现不了。是，你要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嘛，有什么好怕的？就是呢，对不对？你后边有10几亿的中国人民支持你，有什么好怕的呢？对，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既然你是一个和平统一的拥护者，你就直接把话说出来吧，就是对不对？最多就是短期之间政治前途消失，对不对？就这样啊。但是问题是，你把这些话憋在心里头，你的生理上也会有病啊，心理上也会有病啊。所以我认为郑丽文真的要回头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当初就不赞成他大陆风光回到台湾以后，屁股没坐热就跑去访问美国了。他其实应该沉淀一段时间，对不对？好好处理台湾岛内的这个选举的问题，选完以后再来决定吧。美国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啊，如果你选输了，美国就不会理你嘛。对啊，如果选赢了，美国自自然然觉得你是未来可能的执政党，他对你就会礼遇啊，所以就不会让你现在这么尴尬了嘛。哎呀，老师的这番话真的是听得我醍醐灌顶。我相信大家真的是，我不需要补充了，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听懂了。我就总结一句话：2028是关键之年。我们以前曾经在这个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说过，最后机会，最后机会，看一看中国对于日本的出手，看一看中国对于美国的出手，再看看现在的欧洲，再想想自己台湾的状态，是因为中国不想对台湾我们说中国大陆政府不想对台湾出手吗？不是，是觉得你是一家人。那你是用什么来回报一家人的这种期待的呢？哎，算了，不说了，越说我越气愤啊！邱毅先生的这番表态，就等于说是跟郑丽文做了切割了。邱毅说郑丽文是飘了呀，那基本上是沦落为民进党台独的侧翼了。那这个评价，那是下的是相当的重啊。看来郑丽文的四面楚歌，你们觉得他还能支撑多久呢？点个订阅，下期再聊。